你别再感冒了。那你可得早点回来。老烟鬼怕老伴冻着了，把他扶到了炕上，盖上棉被，说是去邻居家整碗姜汤回来。我去就回。安抚了老伴几句，老烟鬼把帽子往头上一扣，出了门。老烟鬼来到了邻居刘奎家，说明了来意，开始熬起了姜水。这边烧着火呢，那边跟刘奎媳妇儿唠起了嗑。你家那灶呀，要是一时半会儿修不上，就让婶子上俺家来住几天。哎呀，侄媳妇儿，你平时没听到我家那院子里有什么怪动静吗？老烟鬼就问起了刘奎媳妇儿有没有留意他们家有啥反常的地方。怪动静儿？没啥怪动静啊。啊，我想起来了。刘奎媳妇儿先是说没有，可突然间又想起了什么。晚上的时候总听到你的院子里有咳嗽声。刘奎媳妇儿说她想起来了，还真有怪事发生。他曾经几次听到老烟鬼家的院子里夜里有老人咳嗽的，可他趴到墙头往院子里却看不到人。行了，那我回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你慢点，别烫着。听刘奎媳妇儿这么一说，老烟鬼心里多少有了数，端着熬好的姜汤离开了刘奎家。老烟鬼心里有了盘算，慢着点啊，我没你那么娇贵，你不用担心。回到家把姜汤让老伴喝了下去，又试了试额头，也没发烧，这才把心放下。你今天晚上呀，去村长家住一晚。老烟鬼让老伴去村长家住一晚上。那你呢？我要把祸害咱家的东西给逮出来。老伴有些担心，老烟鬼也不瞒着，说明了自己的用意。哎呦，你可得小心点啊，别逞能。哎呀，我心里有数，放心吧。临出门，老伴又嘱咐了老烟鬼几句。等送走了老伴，老烟鬼别上大门，沉着个脸，一伸手操起了立在墙上的叉子。老烟鬼操起叉子，在院子里就忙活开了。先是挑了草垛，又掀倒了砖堆，把院里能翻找的地方都找了个遍，可也没找到个活物。老烟鬼往院子里这么一寻摸，就只剩下仓房还没找了。我就不信啊，我找不出来你们。便又操起叉子去了仓房，推开了仓房门，一股子霉味扑鼻而来。因为这2年不在家，仓房也没人进去，哪儿都是灰尘。老烟鬼举着铁叉，东翻一下西找一下，可跟在院子里一样，还是没啥发现。老烟鬼正纳闷呢，难道自己盘算错了？他正寻思着，猛地瞅见墙边一个柜子，这屋子里哪儿都是灰，唯有那个柜子角上干干净净的。老烟鬼觉得这里有戏，便过去推开了柜子，果不其然，在柜子后头露出一个洞来，奈何这洞口太小，看不清楚里面有啥。老烟鬼找来了一把镐头，3两下呢，就把那墙上的洞给扩大了。他俯下身去往里面一看，还真有东西，是一窝不大的小刺猬。老烟鬼找来了一个布袋子，把那一窝小刺猬全都装了进去，又把一口大缸搬到了院子里，把小刺猬全都放到了缸里，盖上盖子，又搬来一块大石头压在了上面。老烟鬼装了一锅旱烟，往墙上一靠，就等着事主自己找上门来。一直到了夜里，老烟鬼抱着猎枪睡着了。放了我的孩子！迷迷瞪瞪的听到有人在说话。放了我的孩子！睁眼一看，有一男一女站在了面前。就是你们折腾我们2个老骨头啊！老烟鬼装作满不在乎的伸了个懒腰，其实他心里也有点慌。
把我孩子放了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两人厉声责问老烟鬼为什么抓了他们的孩子。老烟鬼不用问也明白，他们说的孩子就是那一窝小刺猬。老烟鬼也不搭腔，把枪顶上火，冲着天上就放了一枪。我老头子耳背，没听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然后把枪往肩上一扛，这招下马威还真管用。那一男一女立马就不叫嚷了。为什么把我的孩子都抓了？哎呦呼，你还倒打一耙呀你！那男的压低了一些声音，可还是满面怒容。老烟鬼一听他说的话，也不愿意了。这房子可是我的啊！你们住进来不打招呼也就算了，半夜把我们抬出来，有这样的道理吗？啊！就跟那男的理论了起来。你什么你啊？要不要找人评评理？别以为没人能治得了你们啊！老烟鬼一连串的质问，那男的没了说辞。孩儿他爸，这事儿咱不占理儿，还是给他赔个不是，求他把孩子放了吧。那女人也看出来了，老烟鬼不是个一般人，就劝说那男人说些软话，求老烟鬼把孩子放了。那男人虽然满脸的不情愿，可还是思量再三，跟老烟鬼低了头。是我们不占理，占了你家地方还折腾你们，您别怪罪，还求您放了我的孩子。哎，这还像句人话。算了，我老伴儿啊，这是没让你们折腾病，要不然跟你们没完。老烟鬼这才把一颗心放回到了肚子里，他也是麻杆打狼，两头怕呀。还好镇住了那一男一女。老烟鬼搬掉了大石头，放出那一窝小刺猬。哎呀，走吧，还得找个地方住。那一男一女抱起小刺猬，起身往外走，为没了住的地方哀叹不已。等一下，哎，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你们愿意住啊，那就接着住，只是别再折腾我们了。老烟鬼是最见不得这个了，一琢磨，他们也没怎么真祸害自己，这房子常年空着也是空着，不如积个德，行个善，让他们住下。真是太感谢您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得去接我老伴了。那一家人是千恩万谢，老烟鬼一摆手出了门，去接他老伴回家。哎呦，这些小玩意儿长得还真快呢。自此老两口便多了个乐趣，混得久了，那些小刺猬时常跑到院子里溜达，也不怕他们老两口子了。过来让我抱抱。老烟鬼两口子无儿无女，也算是有了一种陪伴。哎呦，你这小畜生还敢扎我！没人稀罕你。只是有时也不那么甜蜜。第14话，上一回咱们说到，老烟鬼发善心，收留了刺猬一家老小，日子一长，两家人可就混熟了。刺头啊，晚上没啥事儿，咱俩喝2杯啊。好嘞，孩子睡了我就过去。老烟鬼晚上没事儿呢，就会叫上刺头一块喝个小酒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老烟鬼让老伴炒了几个菜，又温了一壶酒，在院子当中摆下了一张小桌。没多的功夫，仓房的门吱呀一声响，刺儿从里面走了出来。来，快坐下，我这酒都温好了。老烟鬼一见，忙招呼他快些过来，咱俩走一个。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啊，能在一个屋檐下住着，也是缘分。两人把酒都买上了，老烟鬼提了一杯，两人也都是豪爽之人，全都一饮而尽。老哥哥，你也是好人呐，心善度量大，可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呀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刺儿头话里有话的提了一些事儿。你这是话里有话呀，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？有话你可别藏着掖着呀。老烟鬼那多精呢，一下子就听出来了，让刺儿头不要绕弯子，有话直说无妨。
那我就告诉你吧，也算是报答你了。你要大难临头了。刺儿头想了一下，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，说老烟鬼有难了。我说刺儿头，你得把话给我说明白了，我怎么就大难临头了？老烟鬼就让刺儿头把话说明白了。前些日子啊，你看见那只大耗子，那是个有道行的，你不但倒了他的老窝，还伤了他那么多子孙，他要报复你。我就说我那天看他像个大耗子。你既然这么说了，你肯定有办法帮我呀。刺儿头也是喝多了，把他知道的和盘托出，感情要找老烟鬼报仇的，就是他前些日子见过的那个长尾巴的怪人，是个大耗子精。谢谢我毛毛的点赞。不行，那个我这点道行，我可干不过他，不但救不了你，连我一家性命都得搭进去。刺儿头对大耗子很是忌惮，并不敢掺和到此事当中来。怎么着？你就这么见死不救了？办法呢，我倒是有一个，不过得看你的造化了。他之所以把这事告诉老烟鬼，也是不想看着老烟鬼坐以待毙，就给老烟鬼出主意。西山呢有个猫老爷的庙，你知道吧？你去请猫老爷帮忙。说是老烟鬼所在的村子西山上有个小庙，供着一位猫老爷。那猫老爷多少年没人见过了，不是说早就死了吗？没死，他是得了道，凡夫俗子见不着他了，可以收拾耗子精。那你快跟我说说，我该怎么办？老烟鬼一听就探过身去，让刺儿头教他该怎么办。你得这么着啊，然后再这么着才行。成，我全听你的。干了这杯，咱今儿就先到这儿了啊。等这事儿完了，我再请你。刺儿头就贴着耳朵把办法交给了老烟鬼。这酒呢也喝得差不多了，两人就散了。当夜无话。第二天一早，老烟鬼就出了门，直奔西山，找到了猫老爷庙。西山的猫老爷庙呢，建起来很多年了，供奉着一只活了几十年的老猫，只是最近10年20年都没人再见过那只猫，庙也有些荒了。猫老爷在上，小老儿有事相求，今夜在家中备下5烧来孝敬您，还望您能大驾光临。老烟鬼来到庙前，按刺儿头教的，说是家中备了供奉，请猫老爷夜里去享用。小老儿给您磕头了。说完又在庙前磕了几个头。找过了猫老爷，老烟鬼可没回家，而是到了集市上。赶集呢，老爷儿。赶集呢，幺爷。哎呦，老爷儿来赶集啦。一路上都是相熟的人，不停地打着招呼。老烟鬼按照刺儿头所说的，把需要用的东西全都买了回来。哎呦，今儿什么日子呀？买这么多好吃的。先别问了，拿双被子跟我上房。又怎么啦？咋还得上房呢？老伴问他咋回事，他也没工夫细说，扛着梯子架到房上，让老伴抱着被子跟他上房。别磨蹭了，上去我再跟你说。脚下留点神哦。老伴知道这肯定是又出啥事儿了，就跟着上了房。你在这老实趴着，别动啊。把被子铺到了房顶，让老伴趴在上头，自己呢又下了房。哟，壁虎来啦，谢谢点亮，还有灯牌。从集市上老烟鬼把从集市上买回来的东西摆到了院子里的小桌上。所谓的5烧就是烧鸡、烧鸭、烧鹅、烧肉和烧酒。哟，火火鸡鸡来了，早上好。这都是给谁准备的？东西都摆好了，老烟鬼又上了房，
老伴问他到底是咋回事，有仇家要来寻仇。老烟鬼紧盯着大门口，把刺儿头告诉他的跟老伴说了一遍。老两口在房上趴到了天黑。别出声，有人来了。就见一个人影向大门走了过来。老烟鬼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就是那天在酒席上见到的怪人。那怪人来到大门前，见到大门紧闭，也不知是用了什么手段，这大门轰的一声就倒了下来。别出声，吓得老伴想叫，被老烟鬼捂住了嘴巴。那怪人走过5烧贡品，贪婪地看了一眼，口水都流了下来。可他还是忍住了，在屋子、仓房、院子里搜寻了一圈，却并没有发现老烟鬼的踪迹，气得他踹倒了院子里的一口大缸。谢谢我们娘子的，你最好看。怪不得找不到老烟鬼，怪人找不到老烟鬼，又禁不住美味的诱惑。走到桌前，想要大快朵颐。是给你准备的吗？啊，你就吃。就在他要动手的时候，身后走进来一个人，一个秃顶的胖老头。那怪人一见胖老头，吓得体如筛糠，噗的一声，变成了一只有猫那么大的耗子，窜向了墙头。这胖老头也砰的一声，变成了一只秃头大花猫，这个头有狗那么大。这大耗子噌的一下窜上了墙头，秃头老猫也追了上去，一爪子就把那大耗子拍在了身下。大耗子拼死挣扎，被秃头老猫咬断了尾巴。断了尾巴的大耗子哀嚎着落荒而逃，这秃头老猫也没再追它，从墙头上跳了下来，变成了胖老头的模样。来到小桌前，大口大口地吃着烧鸡、烧鹅等，大口大口地喝着烧酒，风卷残云般的将桌上的酒菜吃了个干净，把那大耗子尾巴留在了桌上，扬长而去。出了大门，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老烟鬼这才从房顶上下来。哎呦，这要不是猫老爷救命，咱俩呀非得为了这大耗子不可。老烟鬼拿起桌上的大耗子尾巴，心有余悸，感叹自己命好，又逃过了一劫。哎呦，你说咱们才回来几天呐，这一桩桩一件件的，要不咱还是回山上去吧。自打2个人回家，那就没消停过，老伴就想回到山上去。哎呦，说的就像咱们在山上有多太平似的。哎呀，这一天天提心吊胆的。老烟鬼一边修着大门，一边安慰老伴。这不都化险为夷了吗？老烟鬼倒也没说错，虽说那些破烂事儿都让他给遇到了，可也每每有贵人相助。你再多炒2个菜，我得请刺儿头喝个酒，感谢他的恩情。哎呦，这什么时候能过个安生日子呀？老烟鬼又让老伴去准备些酒菜，说是要宴请一下刺儿头。日子这样过，不也挺有意思的吗？老烟鬼后来把大耗子尾巴做成了一根鞭子，没有驯服不了的牲口，那些都是后话了。